你以为住在世界最幸福城市每天都在笑吗？醒醒吧！当楼下 Kopisham 的2菜1肉杂菜饭都要卖到5块甚至6块钱，9%的消费税刺客天天在钱包里滴血的时候，所谓的幸福其实全都是用真金白银硬生生砸出来的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扒一扒，政府为什么突然急着加码200块生活补助，连职总评价超市都要紧急宣布冻结100种商品的价格。别傻傻以为这只是什么天上掉馅饼的普通福利，这根本就是国家级通胀防御战已经全面打响的红色警报。只要你低头看看自己手机里的银行流水，看看每一个月准时扣款的账单，那种隐隐约约的窒息感绝对是实打实的。如果你每个月看到水电费账单都会倒吸一口凉气，如果你去超市买日用品都要反复对比哪一家的促销更划算，那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这条视频你必须一字不落地看到最后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接下来的钱包能不能保得住，关系到你能不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物价保卫战中聪明地活下来。很多人觉得物价上涨不过是每顿饭多花个5毛1块，但是你算过吗？一天多花2块，一个月就是60，一年就是700多，这还仅仅是吃饭。如果算上交通、房租和各种隐形成本，你1年1次的加薪早就被通货膨胀吃干抹净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物价上涨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连国民饮料 Kopi 价格都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心理防线，现在动辄就要1块多，甚至逼近2块钱。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作为全进口国家的新加坡，在面对全球通胀狂潮时无法回避的无奈。政府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危机，所以频频出手。但是你真的看懂了这些政策背后的深意吗？你真的知道怎么最大化利用补助吗？接下来的内容将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很多朋友看新闻，觉得中东打仗、红海货轮被袭完全不关自己的事，但你仔细看看每个月的开销账单，从每天上下班的地铁交通费，到你每天早上打包的那杯咖啡，全都在悄悄起价。交通部代部长肖振祥在国会里说得很委婉，他说，燃油价格上涨尚未完全引发广泛的物价上涨，这潜台词就是暴风雨还在后头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群25到35岁的新加坡打工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最痛苦的夹心阶层。我们既没有建国一代丰厚的医疗补贴，又要硬扛着极高的生活成本。假设你每个月赚5000块，薪水发下来，20%直接进公积金，剩下的钱要还预购祖屋的房贷，要交水电杂费。如果你有小孩，几百块的奶粉尿布钱只是起步，随便报个托管班1000多块就没了，还要给父母家用，买医疗保险，最后银行卡里还能剩多少？薪水涨幅像乌龟爬，物价狂飙却像坐 F1 赛车。这还不算完，9%的消费税就像隐形刺客，买件衣服、吃顿大餐，附加税费绝对让你肉痛。更无奈的是缩水式通胀，杂菜饭勉强没涨价，但肉片越来越薄。去超市买包薯片，2/3是空气；买包饼干，200克悄悄变成180克。这就是最真实的痛点。谁跟我一样，现在去超市买鸡蛋都要先看打折标签的？谁到了月底就开始默默吃快熟面的？赶紧在评论区抱团取暖一下，打个1，让我看到你们。所谓的全球最幸福城市，对我们年轻人而言，更像是一场停不下来的仓鼠跑轮。只要稍微停下脚步，通胀这只无形的手就会立刻把你口袋掏空。我们表面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却在为下个月账单发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看懂政府的每一步棋。你不懂政策，政策红利就永远落不到你头上。很多人以为职总评价超市搞价格冻结，只是为了做企业社会责任，搞公关噱头，大错特错。问个冷知识，你们知道 NTUC 全称是什么吗？打在公屏上，它是全国职工总会。在新加坡， NTUC 从来不是一家纯粹为了赚钱的商业超市，它是政府用来对抗通胀的核武器。秘书长黄志明宣布冻结100种日常必需品价格到5月底，这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叫价格锚定效应。职总评价超市是全岛门店最多、市占率绝对领先的巨头，它就像定海神针。如果 NTUC 说大米、食用油、鲜冻猪肉和鸡蛋统统不涨价，隔壁的生松超市、百美超市敢乱涨价吗？绝对不敢。因为新加坡安迪们对价格最敏感，只要敢贵1毛钱，他们宁愿多走2条街也会去 NTUC 买。
这就叫用市场手段逼迫竞争对手就范，形成隐形价格天花板。为什么偏偏是这100种商品？因为它们精准覆盖了老百姓的生存底线，它们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里核心权重最高的部分。锁死这些价格，就等于给通胀指数踩下重重的刹车，防止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。经济学里最可怕的是通胀预期，一旦老百姓觉得明天更贵，今天就会疯狂囤货，商家顺势涨价，形成恶性循环。NTUC 的动价就是为了打破恐慌。更绝的是，针对低收入的 THS 蓝卡和橙卡持有者，折扣直接从 3% 翻倍到 6%， 这就是新加坡模式最精明的地方。政府绝对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全民发钱或全面降价，因为全面降价会让开着马赛蒂住洋房的富人也跟着占便宜。政府通过 MyInfo 大数据系统，精准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，把好钢全部用在刀刃上。这种定向补贴效率比任何口号都实在。回想疫情期间全世界抢厕纸，是谁连夜调动全球供应链，保证超市货架满满当当？还是 NTUC？ 这就叫国家战略储备。这就是在这个通胀满天飞的时代，新加坡依然能稳住基本盘的真正原因。下一次你去买那包没涨价的白米时，里面装的不仅是粮食，更是国家机器为你抵御外部风险的底气。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脑力的时候。为什么政府要把原定明年才发的500块 CDC 邻里购物券硬生生提前到今年6月来发？又为什么要在9月的生活费补助上再紧急加码200块现金？你以为财政部精英只是在发红包哄大家开心准备大选吗？如果你这么想，就太低估政府的战略眼光了。这是一套极其缜密的防通胀加保内需经济组合拳。想过没有，为什么发 CDC 购物券而不是全部通过 PayNow 打现金？难道发钱不香吗？这里面大有玄机。如果全发现金，周末新柔长堤一塞车，你可能转头跑去新山 JB 吃海鲜、买日用品、打油去了，钱直接流出新加坡，进了外国人口袋，对本地经济毫无帮助。但 CDC 购物券带有强制性消费属性，它强制你必须在楼下的邻里商店、杂货铺和小贩中心消费。这笔钱就像国家给本地经济注入的人造血液，在社区内部循环流转。你用购物券买碗云吞面，面摊安哥拿去隔壁杂货店买酱油，杂货店老板又拿去理发店剪头发，一笔钱在本地流转3-4次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乘数效应。这直接保住了在通胀和租金压力下苦苦支撑的安迪安哥的饭碗。这次加码的200块，大家打算用来买什么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。至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吴培明提到，社区关怀计划 ComCare 目前援助金额暂时不加码，这也向市场透露了一个关键宏观信号。这说明政府精算后认为，目前通胀虽然难受，但依然在可控缓冲范围内，我们还没到需要全面开闸放水的时候。他们必须保留充足的政策弹药，以防中东局势彻底失控，或全球供应链再次断裂。新加坡作为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红点，容错率极低。政府每1分钱补助都经过反复推演，既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，又要确保国家财政纪律不被破坏，不给子孙后代留债务。这就叫未雨绸缪，是小国生存的极致理性。当你拿到补助时，你要知道，这是国家动用雄厚国库储备为你撑起的保护伞。在这个被称为世界最幸福，但也绝对是世界最贵的城市里，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靠每天抱怨得来的，而是靠你对规则的掌控力和超强的行动力。政府的补助已经发到家门口，如果你还因为懒惰错失福利，那只能怪自己了。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立刻打开手机，检查 SingPass 和 MyInfo 是不是已经和 NTUC Link 会员绑定好，确保你每次去超市买鲜冻猪肉、鸡蛋和大米时，都能自动扣除那救命的折扣。日积月累，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第二件事，检查你或父母的 CHAS 卡有没有过期，蓝卡、橙卡福利现在翻倍，别让白花花的银子溜走。第三件事，提前规划好 CDC 购物券怎么花，去支持楼下你最喜欢的邻里小贩，让温暖在社区传递。赶紧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平时大手大脚对政策毫不关心的朋友，提醒他们去绑定领取折扣，千万别让专属福利过期。在这个高成本社会里，别让通胀悄悄吃掉你的血汗钱。如果你想在新加坡这座残酷又充满机遇的城市里聪明地活下去，想掌握更多别人不知道的政策红利和搞钱信息差，现在就动动手指，
点赞这条视频，订阅我们的频道狮城社区百事通，并点击说明栏链接获取最新补助领取图文攻略。我们致力于把复杂新闻变成实用干货。我是带你穿透数据看本质的百事通，关注我不迷路。我们下期硬核再见。